山河远阔，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。欢迎收听悠然心语。宋婉舒闺蜜的男友被女同事抢走了，闺蜜失恋后郁郁寡欢，一病不起。她作为最好的朋友，必须帮着讨回这个公道。本着以牙还牙的道理，她决定抢了女同事念念不忘的男人。5星级酒店的客房，宋婉舒今晚化了一个精致的妆，穿一袭露背礼服，整个人气场全开，美炸了。世间本没有丑女人，只要肯用心打扮，你就是最美的。一连续的敲门，屋里的男人终于慢悠悠地打开门了。他身上裹着浴袍，湿漉漉的发丝滴着水，微微一撇嘴，给人一种邪魅的帅气。不得不说，绿茶婊看中的男人果然有与众不同的出挑。你，江北阳见来人有一丝诧异。宋婉舒没给他拒绝的机会，弯腰从他胳膊下进屋了。轻盈而大胆的举动让某人看愣了。帅哥，我是你今晚的伙伴，有酒吗？你不记得我了？江北阳嘴角挤一丝笑地反问。再见故人，他满脸都是激动，而宋婉舒却认为某人这是在故意撩他。我似乎在哪见过你，这是男人一贯凑近乎的开场白。我不认识你，但过了今晚我们就熟悉了。宋婉舒在喝了一杯红酒后，轻佻地将人推到床上了，俯视看男人的感觉让他眉头一挑地笑了，用指尖勾一下他的脖子。男人，你怕了？江北阳正想辩驳，被他用手封住了嘴。别怕，姐姐是个好人。宋婉舒可能真的疯了，原计划是灌醉男人，拍几张照片就好。然而她竟先醉了，还对眼前好看的男人有了不该有的想法。不管了，美色当前，是个女人都会沉沦的，对吧？一夜欢娱，宋婉舒不知被吵醒了几次，她只觉得天旋地转，整个人都累虚脱了。据说第一次都是痛并快乐着，而她只有痛和累了。她发誓再碰男人，自己就是小狗。隔天一早，趁着身侧的男人还在熟睡，宋婉舒捡起地上衣服，胡乱地套身上，就急促慌乱地先溜了。给我一杯冰水，解解酒。她来到闺蜜的小公寓，还大口喘着粗气，可见这一路逃得有多匆忙。宋婉舒，你不会真去了吧？闺蜜刘一瑶递给她一杯水，顺势打量她的全身，浓郁的酒气，雪白梗子上的草莓印，无不暗示昨晚可能发生的事情。而且我把江北阳给睡了。她大言不惭地说着，虽然过程与计划有出入，但至少能给闺蜜报仇，这就足够了。江北阳是谁呀？刘一瑶记得女同事的男神好像不叫这个名字，难不成一切搞错了？宋婉舒摸下额头，你别告诉我睡就睡了，我还睡错人了。那他也忒惨了吧，昨晚可是自己的第一次啊。很多人都说她不是好女孩，整天混迹酒吧，还闻着大花臂，一看就是情感混乱的女人。可她不过是在酒吧做兼职，大花臂也是每日一贴的那种。就问一句，女人努力打工，给自己买套房子有错吗？恐怕是错了。刘一瑶安慰地轻拍好友的后背，希望可以让她平静下来。宋婉舒，我的好姐妹，就算是错了，你的这份情我一辈子都不敢忘。你搬新房的时候，全套的家具我包圆了。这还差不多，我去补个觉，
晚上还得去酒吧上班呢。夜里，酒吧一条街，一路上到处都是霓虹灯，置身其中，有种美轮美奂的感觉。来这潇洒的都是孤独的人，而宋婉书只为了那碎银几两。他有正式的工作，私企的文员，但工资太低了。为了能在30岁之前拥有一套房子，他才每天打2份工，白天高楼大厦的白领，夜里鱼龙混杂的酒吧做啤酒销售。因为工作需要，他穿着时髦，经常在暗地里被说得极为不堪。是你，宋婉书瞪一眼前男友，没好气地将点的啤酒丢在茶几上了。一个男人若劈腿了，他连看一眼都觉得脏。婉书，我是特意来找你的。前男友秦书进殷勤的一笑，想着去握他的小手，被无情地打落咸猪手了。找我？那正好了，你借我的5000块钱，现在要还吗？宋婉书打开收款码，直接放在他面前了。花着他的钱去找别的女人逍遥快活，还有脸赶来找他？老虎不发威，真当自己是小花猫啊！秦书进推开手机，憨憨的一笑：婉书，你眼里别光看钱呢，我这次来找你是想跟你复合的。细细算下来，我们好了快半年，虽然分手已有半年，但我至今忘不掉你。要不我们和好吧？我可以对天发誓，若是再惹你生气，我就天打5雷轰。和好？你做梦吧！宋婉书想走，却被他从身后拽住胳膊，眼看就要被带进怀里，一个有力的手臂将两人隔开了。你谁呀？秦书进眉头一挑，不悦地低吼着。是你。宋婉书见来人是江北洋，尴尬地挤出一丝笑了。他以为再不会碰到，天不遂人愿，才不过1天光景，他们就又见面了，这算不算冤家路窄呀？江北洋微微一笑，我昨晚跟他睡一起了，我是谁重要吗？说话间，他将人护在怀里，为了糊弄秦书进，宋婉书并没有反抗，两人相视而笑，眼神交流都透着浓情蜜意，让一旁的秦书进肺都气炸了。我是他前男友，跟你说句掏心窝的话，他宋婉书是随便一个男人都能睡的女人，兄弟你要跟他好，可要三思而行啊。说完，秦书进还拍一下他的胳膊，这么快就称兄道弟，演技也太浮夸了。江北洋低头吻上他的烈焰红唇，才意犹未尽地说，在我眼中她就是最完美的。顺便也警告你一句，她现在是我的女人，我不管你是前男友还是某个路人，再敢欺负她，这个酒杯就是你的下场。紧接着，一个空酒杯啪一声摔在地上，碎成一地渣渣了。秦书进后怕地摸一下脖子，嘿嘿笑一声，婉书，我是真心想复合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？一个碎酒杯而已，他活30几岁，可不是被吓大的。宋婉书嫌弃地别过头去了。江北洋好脾气地望一眼他，你在停车场跟一个女人热吻，脖子上的口红擦干净了吗？就来跟前任求复合。这个秦书进还真是够渣的，一边吃着锅里的，还不忘惦记着碗里的，他有这命想吗？婉书，别听他瞎说八道，他才是那个隐藏最深的海王。挑拨离间最服秦书进了，随便的一句话就能让两人产生隔阂。宋婉书反常地踮起脚尖，在江北洋薄唇印上深情一吻，才有些娇羞地说，他是海王我也爱了。而江北洋也回应的，
在他额头回了个吻，深情凝视，如此的极限拉扯，让一旁的秦叔气到脸红。你们真够不要脸的，好处没捞到，反被气炸肺。秦书进气鼓鼓地摔门走了。不谢谢我吗？江北阳见他转身就走，多少有点无情了吧？谢谢了。宋婉书敷衍的一笑，不敢看他深邃的眼睛，转身又想走，被江北阳拉住了小手。我买了100瓶啤酒，可以坐下来聊聊我们的事吗？他小声谨慎地问。在他的面前，江北阳似乎只能当一个崇拜的小弟了，因为是宋婉书才改变了他的生活。好啊，既然是金主大客户，他自然没理由拒绝了。昨晚发生的事，你打算处理我们俩的关系？江北阳脸红地问。凉拌呗。我就跟你说实话吧，我昨晚就是喝醉酒才进错了房间，再说你也没吃亏，一个大男人不至于这么玩不起吧？他这番话完全是不想负责的态度。话又说回来了，他一个女孩子最珍贵的第一次都平白给了他，自己还没可惜呢，哪轮到他来纠缠不清？你是想不负责任了？江北阳眉头紧蹙，好看的剑眉透着一丝忧伤。宋婉书见他很受伤的样子，等我一下，便急匆匆跑向吧台了。再折回来时，手里拿着一沓钱，直接塞他手心里了。这是我今晚的业绩，都给你了。他这是想用钱来打发了江北阳。他眼色一沉，宋婉书，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他握紧钱的手微微颤抖着，俊朗的脸上也布满黑线，俨然一副受尽委屈的样子。我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了，江北阳，我希望咱俩别再见了。话落，宋婉书潇洒地转身离开，被一个男人给赖上，他也是无语了。望着他决绝离去的背影，江北阳嘴角闪过一丝笑，或许他们的缘分才刚刚开始呢。宋家老宅子，宋婉书一会到家，就看到鼻青脸肿的人儿正坐在他的爸妈身旁，享受着长辈的关爱，好像他才是那个亲儿子。爸，家里来外人了。他坐在沙发里，不太客气地开口。小江，你吃水果。宋妈妈转头望向女儿，挤出一丝干笑地说，婉婉，你谈恋爱这么大的事，为什么不告诉爸妈？还有，小江这么好的男孩，你怎么忍心动手打他？宋爸爸也一脸埋怨地望着女儿，打人就是不对，而且还是打得这么凶。江北阳，你过分了。宋婉书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吓得江北阳眼睛都红了，委屈巴巴地说，叔叔阿姨，你们别怪婉婉了，她就是还没玩够，所以才拒绝我的求婚，也是我不懂得沟通，活该被打一顿。我发誓现在已经不疼了。他想举手发誓，被宋婉书一把摁住了，在耳边低语的警告，你别再演戏了。婉婉，我是真的想娶你。江北阳大声地告白着。被打了一通还这么执着，这波操作下来，叔叔阿姨已经有了判断，他们决定亲自带俩孩子去领结婚证。爸妈，我反对，你们要相信我，我跟江北阳没到结婚的地步。宋婉书哀求着父母，余光警告地瞥一眼江北阳，而他也是演上瘾了，可怜巴巴地望向了宋妈妈。阿姨，他威胁我。紧接着就是某人被打得不断求饶的声音，别打了，我去领证还不行，真服你们了。
宋婉书望一眼爸妈，苦口婆心地劝道：“爸妈，逼女儿嫁人可以，你们了解她吗？万一他是杀人犯呢？或者是有家暴倾向的男人呢？还或者是掠杀小动物的残暴男呢？妈妈，我可是您9月怀胎生的女儿啊！我相信小江，明天一早去领证，不去的就不是我女儿。”江北阳得意地笑了，而宋婉书一脸敌意地瞪他一眼，似乎在说：“别太嚣张，我早晚让你后悔莫及。”他淡笑着，在他耳边轻声地说：“我永远不会后悔。”宋婉书一脸的惊恐，这小子难不成会读心？你会读心术？他狐疑地问。江北阳意味深长地望向他：“我只是刚好预判了你的预判，婉婉，明天民政局见。”看他被爸妈簇拥着离开，宋婉书气得牙根痒痒了。他招谁惹谁了？竟被个无赖给赖上了，就问有说理的地吗？长辈一出手，一切都相当的顺利。一上午的功夫，江北阳和宋婉书就有了新的身份，彼此的伴侣。爸妈，我们领证了，这下你们俩可以走了吧？宋婉书堆着笑脸地说。小江，把行李拿下来吧。好的，妈。江北阳从后备箱里取下了行李箱，一大一小，被塞得满满当当。看这情况，爸妈是铁心的要让他自立门户了。爸妈，拜拜。宋婉书笑着挥手送别父母，再回头时，小脸瞬间阴沉了。他指着江北阳的胸口开骂：“你是不是脑子被驴踢坏了？巴结着娶我，到底有何阴谋？”江北阳扯出一丝笑，安抚的想要握住他的小手，却被宋婉书一个眼神，愣是吓得给收回手了。有屁就放，别动手动脚。我喜欢你，想跟你在一起。他真情地表白着。宋婉书用指尖抵住他的胸口：“你说这话亏不亏心？我们才见了最多2面，你就跟我说喜欢？我不管你的想法，下个月我们就去离婚。”那恐怕行不通，结婚证已经被爸妈收走了，而且爸妈还特意嘱咐，若是我们敢离婚，他们就打断你的腿。宋婉书脸色越发难看了，这像是自己妈说的话，看来离婚是行不通了，不然看在他上有几分姿色的面上，俩人就将就着过了。就像他妈说的，江北阳又帅又多金，就算退1万步说，吃亏的也只会是他。江北阳，可别怪我没提醒你，我可是坏习惯一大堆，还极为拜金，你确定要跟我过日子吗？宋婉书笑嘻嘻的，缓慢凑近着他，吓得江北阳倒退到了车旁。我挣的钱可以都给你，若是还不够花，我们可以回家啃老。我爸妈还有些积蓄。话说一半就被他打断了：“谁要跟你啃老了？养不起我，你就给我滚蛋，保证养得起。”宋婉书被他气够呛，傻愣着干嘛？开车送我去闺蜜家。车里，江北阳开着车，随口问道：“婉婉，我们都去你闺蜜家，会不会不合适啊？”“你想什么呢？你回你家住，我住闺蜜家。”宋婉书突然觉得这个男人脑子指定有大毛病，完全听不懂人话嘛。江北阳眉头一皱，有些为难地说：“婉婉，我是无所谓了，就是爸妈那边恐怕不好交代。他们说了，咱俩要是敢分居，那就打包回老宅住。”宋婉书压住心里的火气，挤出一丝笑地对他说：“我们回你家住。”“好啊。”
江北阳笑得一副不值钱的样子了。高档小区，车子稳稳地停在车库了。江北阳提着2个行李箱走在前面，宋婉书沉闷地跟在他身后，不情不愿地跟着他回家了。房子是好的，装修也上档次，但他就是心里不爽，任谁被这么安排都会疯掉的吧。你先吃点小蛋糕，晚饭马上就好。江北阳将几个精致的小蛋糕一股脑摆在他面前了，打听到他喜欢甜食，所以特意去他经常光顾的甜品店买的，都是我喜欢的口味。江北阳，你这么用心，让我都不敢吃了。他不会为了报复自己，想要投毒杀妻吧？江北阳低头靠近着他，似有深情地挑高他的下巴。婉婉，你是有被迫害妄想症吗？你不会以为我为了报复你的无情而搭上自己的婚姻吧？你不会吗？宋婉书迎上他的目光，指尖轻刮他的脸颊，这般撩拨让江北阳耳廓瞬间红了，看着我的眼睛。咋了？他没情趣地问。没看到我眼里只有你吗？宋婉书受不了地拍一下他手背，少给我煽情，我饿了，你快去厨房做点吃的呗。他终于把人支走了，这才敢长吁一口气，要命了，这么会撩人的男人，自己咋有点上头了呢？他一定是太久没谈恋爱，才会经不住一丝丝的诱惑。不过说句良心的话，江北阳有颜又有身材，想来这婚后的生活有他受得了。餐桌旁，宋婉书吃到撑了，才有闲情望向对面的江北阳。我就奇怪了，你为啥非要跟我结婚？他又解锁了他一个优点，做饭超级好吃。像江北阳这样的男人，算不上十全十美，也算得上万里挑一了，非要赖上他，总觉得这其中肯定有阴谋。你相信一见钟情吗？江北阳一脸痴情地问他。宋婉书本能地摇摇头，何止不信，他还觉得这话像是在给自己洗脑。这个给你。他把一张银行卡递给他，是希望宋婉书别再去酒吧做兼职了。要养我呀！有那么一瞬间，他被感动到了。除了老爸外，江北阳是第一个主动给他花钱的男人。而那个劈腿前男友，不是想着借他钱，就是在想借他钱的路上，妥妥的软饭男。我可以吗？江北阳有些自卑地问。他是第一次追女孩子，不懂情趣，不晓得如何哄她开心，总觉得自己不够优秀，怕委屈了宋婉书。这或许就是先爱的才更卑微吧。当然可以，有人养我，我求之不得呢。宋婉书玩味的一笑，其实她心里是有些慌乱的，尤其是被他灼灼的眼神盯着，都有点脸红耳热了。那需要我帮你辞掉兼职吗？江北阳试探地问。他不想逼迫宋婉书，如果他喜欢那份兼职，自己可以每天陪他一起上班的，所以决定权还是在他。我已经辞职了。既然答应结婚，他就不想再出入酒吧，倒不是怕了，只是不想江北阳无端被议论。我去给你洗水果。他喜滋滋地往厨房走着，身后传来轻飘飘的一句话：帮我把洗澡水也放好，今天累坏了，我要泡个舒服的泡泡浴。好。看他偷笑那不值钱的样，宋婉书竟有些感慨，父母逼着嫁的男人，似乎也不全是悲剧吧。公司的茶水间，宋婉书正在冲咖啡，就见张西蒙朝他这边来了，刻意扭动腰肢的样子，像极了一只行走的柯基，
让她没忍住的笑出声了。你笑什么？张西蒙不算友好的瞅她一眼。没事，就突然觉得好笑。宋婉舒端着咖啡，正想着离开，闺蜜捂着脸走过来，看着张西蒙明显的眼神闪躲。谁打的你？我。不等闺蜜开口，张西蒙先自报家门了，一副沾沾自喜的样子，就让人心里很不爽。你为什么打他？张西蒙被问得扑哧笑了，他想要跟我抢男人，还被我撞个正着，我不打他，难道还打你吗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也是大龄剩女，一样的没人要，哈哈。宋婉舒可不惯着他，猛然凑近给洗了个咖啡浴，从头到脚都冒着热气，吓得张西蒙怕口就开骂了。你敢拿咖啡泼我，我马上就要是你上司了，你就等着被辞退吧。完了，他竟把这茬给忘了。辞退能咋地？欺负我闺蜜就不行。张西蒙，你才是那个绿茶婊，整天装得跟淑女似的，暗地里总抢别人的男朋友。我今天就把你丑事都给宣扬出去，看是你走还是我走。婉舒，还是算了吧。闺蜜刘一瑶扯一下她胳膊，暗示地朝她眨眨眼。张西蒙之所以豪横，听说跟大老板关系不错，这么硬刚，不是自找没趣，而是纯纯的在找死。算了，宋婉舒，你敢污蔑我，就等着被公司辞退吧。哼，谁在欺负我老婆？就在这时，江北阳捧着一束花朝人群走来了，跟在他身旁的还有大老板。事态变得越发的不可控了。老婆，我看是从酒吧带回来的小白脸，不三不四的人，就喜欢臭味相投。张西蒙眉头一挑，连江北阳一起贬低着。在他看来，能看上宋婉舒的男人绝不是啥好东西。张西蒙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大老板终于开口过问了。老板，是宋婉舒找的事，他拿热咖啡泼我，在公司里公然欺负同事，你要给我主持公道啊。本以为大老板会训斥一番，没成想他竟看向一旁的江北阳，是把人降职还是辞退呢？这话一出，张西蒙顿时懵了。老板，我没事了，现在就去工作。他想搪塞过去，江北阳可不想轻易放过他，给哥们一个眼神，我先带老婆回家了，改天请你喝酒。嫂子，你在家多休息2天，不用着急来上班，一直不来也没关系。大老板说完，才冷着脸望向了一旁的张西蒙，你被辞退了，去财务领补偿吧。老板，被欺负的是我呀，我不服。我不过就说句实话，难不成也犯法了？张西蒙气得脸涨得通红，恶狠狠地瞪着他们的背影。宋婉舒，你有20多个男人，你老公知道吗？害他丢了工作，当然也不能让宋婉舒好过了。宋婉舒倒是无动于衷，反正说的都是废话，就说给相信的人听吧。然而江北阳有些恼了，他折回到张西蒙身边，一字一顿地说，我暗恋宋婉舒好多年，在我的印象里，她是个最好的女孩，你若是再诋毁她，就等着吃官司吧。不可能。江北阳最后瞪他一眼，万事皆有可能，她的好，你不配知道。婉婉在酒吧兼职的事，是你到处造谣的吧？还有她闺蜜的男友，也是你撬走的吧？坏事做尽了，还在这装可怜人，我保证你以后会更可怜的。他话说完，走进了宋婉舒，温柔牵着她的手，在众人艳羡的目光下，他
他们走出了公司，不禁让外人惊叹：好一对天造地设的小夫妻！刚坐上了车，宋婉书就忍不住地问：你刚才说的不能够是真的吧？如果是那样的话，那他就太有魅力了。江北阳脸色一红：我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，你还记得大意时你安慰过一个胖子吗？不会是你吧？他羞涩地点点头。宋婉书仔细打量一番，根本联想不到江北阳和200斤的胖子竟是一个人。胖子都是潜力股，这话一点不假。难怪你非我不娶，原来都是有渊源的。宋婉书终于能理解江北阳仅仅因为2人睡一晚就赖上他的原因了。没有一段感情是平白无故发生的，追随根源，那就是他们在某个瞬间吸引到了对方。这样一来，这婚结的让他坦然了。餐桌旁，宋婉书为了感谢江北阳，亲自下厨做了3菜1汤，卖相不好，但他还是感动的眼眶都红了。你今天帮我出气，我敬你一杯。他笑着先举杯了，江北阳也不含糊，直接把1大杯红酒一口给闷了。暗恋成真，他这辈子算不白活了。自制秘方麻辣烫，这可是我的拿手菜，你赶快尝尝。宋婉书殷勤地盛出1碗递给了他，江北阳只是一挑眉，丝毫没犹豫，低头一股脑给喝光了。好喝吗？他试探地问。有股奶香味，很特别。他嘴角挤出一丝苦笑。江北阳开始只觉得汤色古怪，直到喝完了，才发现里面竟放了牛奶。他对牛奶过敏这事，自己祈祷这次别发作。你笑得很勉强，很难喝吗？宋婉书给自己盛1碗，汤很鲜，里面的菜也味道绝佳。他只当某人是嘴太刁了。你去哪？见他踉跄着起身，宋婉书关心地问：若是真喝醉了，他可以帮着扶他进卧室的。我去吃片药。他只能照实说了。宋婉书见他喝了治过敏的药，眉头一蹙地说：你既然对牛奶过敏，为啥还吃完1整碗？你是不是傻？他就没见过这么不爱惜自己身体的人，反倒是对他的事记得门清。婉婉，这是你第1次给我做饭。他声音透着低哑，明显身体有些虚脱，但看他的眼神却透着炙热。宋婉书猛敲一下他额头：你拿命吃我做的饭，我是不会领情的。江北阳，我可不想英年丧夫。他心里想，这么一个大帅哥就这样死了的话，自己可就罪过大了，也有那么一丢丢的心疼。那我去床上躺会，这些碗就麻烦婉婉帮我放洗菜盆里了。为了表示感谢，江北阳在他额头吻一下，让宋婉书又一阵脸红心跳快起来了。你快去休息，我去刷碗了。他是不爱做家务，但不代表不会啊。而且他生病自己有责任，哪能把脏碗再留给他的道理。幸好老板提前放他假，这几天宋婉书才能安心照顾江北阳。说起照顾，倒更像是2人关系的磨合。比起之前的抵死抗拒，他心态真的变了许多。先不说喜欢与否，就江北阳百依百顺的脾气，宋婉书对他就有了不少的好感。态度的转变让他们相处变得轻松自在，而且还生了微妙的情愫。某日傍晚时分，宋婉书打车去了前男友的家里。她本不想来的，但考虑到不想自己养的猫跟着他吃苦受罪，只能勉强再看他一眼了。
讨厌一个人，多看一眼都觉得是种惩罚。你来了。秦书进让开一条道，宋婉书走进客厅了，瞅一眼阳台的位置，自己养的猫正在躺着晒太阳，他走过去就抱起猫。那我先走了。别着急呀，我还有话跟你说呢。有屁快放，我老公还等我回家吃晚饭呢。宋婉书冷冷地瞪他一眼，刻意地退一步，不想闻他身上那股子酒味。老公，我喜欢你喊我老公。宋婉书，你要是喊我一声，我能给你跪下。他轻佻地说。谁稀罕你的下跪，还是留着这份孝心给你爸妈吧。秦书进，你少给我耍酒疯，我练过散打这事，你不会忘记了吧？若没一点防御的本事，宋婉书哪敢就这么一个人来？但她似乎小瞧前男友了，男女力量悬殊，再加上秦书进有健身的习惯，要想强迫他点什么事，估计也不是啥难事。你反抗啊！你越反抗，我越兴奋。宋婉书，我今天约你来家里，你不会认为我只为了还你猫吧？哈哈，亏你在酒吧打工这么久，心思竟单纯的可爱呀！秦书进说完，就步步逼近着他。而宋婉书怀抱着猫想要离开，竟被他一把拽住了胳膊。两人纠缠的空隙，猫被摔在地上了，喵一声后直接躲回猫窝里了。你听，连咱们养的女儿都在希望我们复合呢。宋婉书，我老家刚拆迁了，现在有的是钱。你要现在离婚想跟我，我还是会念旧情的，但你要让我看到诚意哦。秦书进越说越离谱，越说越兴奋了。他猛地想要扑向宋婉书，却被一阵踹门声给吓得一激灵，本能地转向门口。来的人正是江北阳。你私闯民宅！江北阳懒得啰嗦，抬手给他一拳。你想对我老婆图谋不轨，我打你还是轻的呢。秦书进，警察马上就上来了，既然有委屈找警察呀。话落，他弯腰抱起了宋婉书，还有受了惊吓的猫，一家三口从乱哄哄的屋里出来了。幸好你来了。被放到车里后，宋婉书长舒一口气，若不是他及时赶到，估计后果不堪设想。是刘一瑶给我打的电话，怕你有危险，让我来接你，没想到他这么恶劣。说到这，江北阳眸色一沉，手心都攥得咯吱响了。他早该在酒吧那次就收拾了秦书进，这个祸害让他现在想来都后怕。宋婉书安抚地搭上他的脖子，我这不没事吗？江北阳，不可否认，有你真好。被这么一夸，江北阳脸颊绯红，就连唇色都变得诱人了。宋婉书主动吻上了薄唇，只是浅尝辄止，却也让他心里躁动起来。被喜欢的人撩拨，他完全没了抵抗力。婉婉，我可以吗？江北阳穿着居家服，帅得一批地站在卧室门口，低声地问：什么可不可以？赶紧关灯睡觉。宋婉书急着关灯，是因为他已经脸红到耳根子了。他发现江北阳是真傻，夫妻之间有问的必要吗？两人平躺在床上，没有一丝愉悦的举动，只是试探地牵着手，彼此尴尬的都能抠出30亿听了。还是宋婉书先开口，才打破沉默。那个，要喝杯酒吗？江北阳一个翻身，将想要逃的人儿直接拽回到身边了。他托着腮痴痴地望着他说：那晚在酒店，其实我并没有喝醉。言外之意是，他不是被动的，而是很清醒自己做的每件事，
而非是酒后乱了方寸。我知道啊，宋婉书能说那晚的他是被美色吸引到了吗？起先为了报复，后来就想贪吃一回，谁成想竟误打误撞，给自己找个顶好的老公。那婉婉，你也是喜欢我的，对吗？他羞涩地在他耳边低声问。宋婉书在他薄唇印上一吻，才假装生气地板着脸说：江北洋，你问的好废话，若我对你没好感，你觉得我爸妈能逼我领证吗？还有，不喜欢我亲你干嘛？你这么帅气有钱，而我平平无奇的一张大众脸，要没自信也是我好吧？就问你句痛快话，到底要不要继续？要。他不仅想，还是求之不得呢。全剧中，